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枯江重郎先生所著的《寿命的90%由尿决定》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自我检测理想的尿液；第二，通过尿液识别疾病。首先是第一部分，自我检测理想的尿液。在日常生活中，尿液其实是一面健康的镜子，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我们就能从中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让我们从排尿时间、排尿次数、夜间尿频这3个角度来检测一下自己的理想尿液状态。一、排尿时间，大家知道吗？正常的排尿时间大约是21秒。这个数字不仅适用于人类，还几乎适用于所有体重在3公斤以上的哺乳动物，狮子、大象、狗，无论体型大小，排尿时间都差不多是21秒。这一现象的发现还获得了2015年的搞笑诺贝尔奖物理学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哺乳动物的尿道直径与长度比例大约是1:18，这使得排尿时间趋于一致。但在人类身上，随着年龄增长，排尿时间往往会逐渐延长，这是因为膀胱肌肉力量逐渐减弱。男性可能因前列腺肥大而排尿困难，如果你的排尿时间明显超过21秒，甚至出现尿流断断续续，这可能是尿液年龄增加的信号。它不仅意味着膀胱或前列腺的问题，还可能提示整体健康正在走下坡路。建议大家尝试测量一下自己的排尿时间，以便及早发现潜在风险。二、排尿次数，在正常情况下，每天排尿次数应该是5至7次，超过8次可能是尿频，明显少于5次可能是低活动膀胱。尤其要注意，如果白天或夜晚都频繁感到尿意，甚至难以忍受，可能是膀胱过度活动症。活性氧会损伤膀胱组织，使其失去弹性，膀胱储尿量减少，尿意就会频繁出现。一氧化氮能维持膀胱及出口肌肉的柔韧性。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等疾病会减少一氧化氮的生成，使膀胱僵硬，排尿不尽。随着年龄和压力增加，男性体内的睾酮分泌减少，不仅会导致性欲低下、疲劳、抑郁，还可能引发尿频。体重增加、饮食过量会加重活性氧和代谢异常，从而诱发尿频。因此，尿频往往是生活习惯病的早期信号，绝不能掉以轻心。三、低活动膀胱。所谓低活动膀胱，就是膀胱肌肉力量不足，排尿不完全。如果持续恶化，膀胱会失去排空能力，只能被动储尿，尿液滞留会引起易感染、结石、肾功能下降，严重时可能发展为肾积水，甚至导致慢性肾病，最终需要透析。在 X 光片上，低活动膀胱常显示出类似霜降牛肉的花纹，肌肉纤维被撕裂，空隙中填满脂肪，就像一条失去弹性的橡皮筋。如果你的尿间隔时间变长，排尿不彻底，一定要重视，避免错过治疗时机。四、夜间尿频。相比白天尿频，夜间尿频往往更危险，因为它不仅影响睡眠，还可能是严重疾病的征兆。夜间尿频的4大原因：一、尿量过多，水分摄入过多，糖尿病导致血糖升高，血液渗透压增加，形成恶性循环。二、尿液浓缩能力下降。正常情况下，夜间肾脏会分泌抗利尿激素 ADH， 减少尿液生成。如果 ADH 分泌不足，就会导致尿崩症，使夜间尿量异常增加。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常伴随打鼾、白天嗜睡，由于交感神经兴奋和一氧化氮减少，使膀胱僵硬，导致夜间尿频。四、前列腺肥大或癌变。前列腺增生会让膀胱对神经刺激更敏感，出现急迫性尿意，严重时甚至可能是前列腺癌的表现。研究发现，夜间起夜3次以上的老年人，死亡率是起夜2次以下的2倍。这并不是说夜尿直接缩短寿命，
而是它往往提示背后存在更严重的疾病。接下来是第二部分，通过尿液识别疾病。我们将讨论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中尿液的外观等简单检查来识别一些疾病，而非那些需要专业检查才能发现的问题。以下是5个主要的检查要点。要点1：尿液的颜色。尿液的颜色是一个重要的健康指标。在正常情况下，尿液应该呈透明的淡黄色，其颜色深浅主要与水分的浓度有关。如前所述，夜间由于抗利尿激素的影响，尿液水分的浓度较高，因此早晨的尿液颜色较深。如果白天水分摄入不足，尿液也可能会显得浓一些，这通常表明水分摄入的不足，没什么大问题。然而，尿液颜色的变化，尤其是血尿，则需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血尿可能呈鲜红或粉红色，甚至呈现褐色。若尿液出现茶色或红色，明显与农药不同，这种情况我们应立即关注，尤其是老年人。如果突然出现明显的血尿，需优先考虑膀胱癌的可能性。如果在排尿后发现尿液带血，建议毫不犹豫地去医院就诊。要点2：尿液的泡沫。尿液中的泡沫也能反映健康状况。在正常情况下，排尿时产生泡沫是常见的现象，但如果泡沫数量增多且长时间不消失，则需要就医检查。这可能是尿液中含有蛋白质或糖分的迹象，建议进行尿检以确定其具体原因。要点3：尿液的浑浊。健康的尿液即使颜色深，也应保持透明。如果尿液出现浑浊，可能是盐类结晶或脓液的混入。盐类结晶通常不需过于担心，但有时可能暗示尿路结石、蓄尿或神经性膀胱的问题。若尿液因脓液浑浊，则可能意味着肾盂肾炎，女性可能是膀胱炎，而男性则可能是前列腺炎或尿道炎。尿道炎是一种由淋病或衣原体等性传播感染引起的疾病，可能会传染给性伴侣，特别是男性传染给女性时，细菌可能深入体内，导致输卵管炎、盆腔炎甚至不育，因此需及时治疗。尿液中有白色浮物的情况，女性通常是生理现象，但男性则需特别关注，可能与前列腺或尿道炎有关。尿液浑浊常伴随排尿疼痛、腰痛、背痛、发热及尿频等症状。此外，接受前列腺肥大症手术或药物治疗的男性也可能出现尿液浑浊情况。不过，由于尿液浑浊可能表明感染风险，如有此类担忧，建议尽快就医。要点4：尿液的气味。尿液的气味也是一个重要的健康指标。在正常情况下，尿液的气味主要是氨的味道，但也会受到饮食的影响。例如，前一天饮酒过量，可能会发现尿液的气味较强，这实际上是酒精分解过程中产生的醛类物质的气味。但在某些情况下，子宫肌瘤、膀胱癌或子宫癌手术后，膀胱与大肠可能会粘连，导致尿液散发出臭味，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症状。总体而言，尿液气味的变化通常与药物或饮食相关，通常不需过于紧张。不过，如果出现明显不同于平常的臭味，可能暗示身体出现了异常。此外，尿液散发甜味可能是糖尿病加重的迹象。尿液的气味通常是主观的，如果伴随浑浊等其他症状，建议去泌尿科检查。要点5：排尿时的疼痛。最后，排尿时的疼痛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症状。如果在排尿时感到刺痛，且尿液浓度较高，这可能是感染的信号。女性通常是膀胱炎，男性则更可能是尿道炎。正如之前提到的，这些感染症状通常伴随尿液的浑浊，因此建议检查是否伴有浑浊和疼痛。以上5点是身体发出的信号，能够帮助我们及时发现异常情况。然而，请注意，不要因为过度担忧而影响身体健康。如果感觉到与平常有所不同，可以通过查看相关的视频或书籍来进行自我检查。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